你是不是有過這樣的經驗，就是一覺醒來，明明也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但心裡就覺得，沉甸甸的，好像壓着一塊大石頭。如果你的生命中還有信仰這個元素，那情況可能會更複雜一點。你可能會開始想，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為什麼我會感覺離上帝這麼遠？今天呢，我們就是要一起來深入探討一份很特別的資料，一份叫做《基督徒如何應對憂鬱的牧養關懷指南》。那我們先說好，我們的任務不是把它當成什麼醫學教科書，我們不是醫生嘛，也不是要做臨床診斷，而是要從這份充滿同理心的資料裡去理解一種很不一樣的視角，一種嘗試在信仰群體中用一種極度溫柔而且完全不帶論斷的方式去談論憂鬱這個敏感話題的觀點。我覺得就算你沒有宗教信仰，這裡面談到的同理心啊、自我接納，還有怎麼去尋求幫助，可能都會給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啟發。沒錯，而且我覺得這份指南最獨特的地方就是他很勇敢地走進一個充滿矛盾的空間。他把一個很現代的心理健康議題，跟那種非常古老的聖經文本，還有信仰實踐，把它們連結在一起。這裡真正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他試圖去回答一個很多信徒藏在心裡，甚至根本不敢問出口的掙扎，就是如果我的信仰是真的，如果上帝的愛是真的，那我為什麼還會感到這麼深刻的痛苦？這份指南做的就是幫我們拆解這個問題，然後提供一個充滿恩典跟人性關懷的思考框架。好的，那我們就從這個最核心的矛盾點開始聊吧。這份指南一開頭就拋出一個我覺得非常震撼的論點，他直接說憂鬱不是靈性的失敗。哇，光是這句話我就覺得他已經釋放了很多人。因為資料裡面描述的那種掙扎太真實了，就是當一個人感到內心空虛、疲憊，甚至麻木的時候，接下來的感覺往往不是同情，反而是很強烈的罪惡感。你會忍不住想，我是不是信心不夠堅定？我是不是禱告的不夠多？對，那種自我懷疑幾乎是自動反應，而且更糟的是，這種懷疑還常常被周遭一些很善意，但其實一點幫助都沒有的話給加劇。指南裡面就提到幾個很經典的例子，你一定也聽過，像是你要更有信心啊。哦，對对對，還有再多禱告就好了。沒錯，還有那個大魔王，基督徒應該是要常常喜樂的。你現在的痛苦是你自己的錯，是你靈性不及格的證明，這根本是在傷口上撒鹽嘛。完全正確。所以這份指南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這個問題的定義徹底扭轉過來。他把整個對話的基礎從論斷轉變為理解。他告訴你，憂鬱不是你信心出了問題，它很可能是情感創傷，是生理因素，是長期的壓力累積，或者是某些還沒來得及好好處理的悲傷共同造成的結果。這個重新定義的動作，等於是拿掉了一個人身上最沉重的那個枷鎖，也就是羞恥感。對，就是羞恥感。當你不再需要為自己的感受感到羞恥的時候，真正的療癒才有可能開始。你提到羞恥感了，這點真的非常關鍵。一旦拿掉羞恥感，整個心態就不一樣了。這就讓我想到，指南裡還有一個很美的比喻。他說，信仰並不能讓我們對苦難免疫，但它提供了一個安放苦難的地方。我第一次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愣了一下，覺得哇，好深刻。是，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對不對？他不再把信仰看作一個消除痛苦的什麼解藥，而是把它看作一個可以容納痛苦的容器。他承認了痛苦的真實性，而不是試圖用一些屬靈的口號，比方說靠主得勝，去把它掩蓋掉或把它最小化。他等於是在對你說，你的感受是真的，你的痛苦是合理的，而且你可以把它們全部帶到上帝面前，這些東西不會嚇跑他。你的痛苦不是需要被信仰修正的瑕疵，而是可以被信仰擁抱的真實。我覺得這個觀點可以說是為接下來所有的關懷跟支持鋪好了一條非常溫柔的道路。
你剛剛說痛苦是可以被信仰擁抱的，這就讓我想到這份指南為了證明這一點，還真的回去翻找聖經裡的例子，結果發現原來這種痛苦跟掙扎在信仰的歷史中早就有了，而且還是發生在那些我們以為是屬靈巨人的人身上。這一點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對，他不是在講一些空泛的理論，是直接給你看證據。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先知以利亞的故事。以利亞，等一下啊，在我印象中，他可是個超級英雄般的人物誒。他一個人單挑450個假先知，還從天上降下火來，贏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屬靈勝利。那應該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時刻吧？沒錯，那是他人生的巔峰。但這份指南要我們看的是巔峰之後發生的事。就在那場大勝利之後，那個惡毒的王后耶洗別只不過是放話要殺他，結果這個剛剛還呼風喚雨的先知竟然就徹底崩潰了。他逃到曠野，一個人躲在羅騰樹下。聖經的列王記上19章第4節記載了他當時向上帝說的話。他說：耶和華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等一下，求你取我的性命，這聽起來根本就是一種極度憂鬱的呼喊呢，一種帶着絕望的求死念頭。這跟我們平常聽到的那個英雄以利亞的形象也差太多了吧？這就是這份指南 fascinating 的地方，它揭示了英雄面具底下的脆弱，而比以利亞的崩潰更關鍵的是上帝的回應。指南特別強調，上帝沒有從天上打雷下來責備他說：你怎麼這麼沒信心？我不是才剛幫你贏得勝利嗎？他完全沒有對他講道理。那他做了什麼？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天使來讓他睡覺，然後給他東西吃。也就是說，在處理他心靈的崩潰之前，上帝先照顧了他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讓他休息，補充體力。然後等到以利亞稍微恢復了一點，上帝才在一個山洞裡用一種微小的聲音對他說話。整個過程展現的是一種極度溫柔、關照全人的同在，而不是那種居高臨下的指正或說教。哇！先照顧身體，再處理心靈，這聽起來很不像神會做的事，反而很像一個有智慧的諮商師或是一個溫柔的媽媽會做的事。這份指南還提到詩篇的例子，對不對？那個詩人直接跟自己對話。是的，像詩篇42篇，那個詩人反覆地問自己：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你看，他完全沒有否認或壓抑自己的憂鬱，也沒有假裝自己很喜樂。他選擇誠實地跟自己的靈魂對話，承認自己的狀態不好。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深刻的自我關懷。所以這些聖經故事在指南裡的作用，並不是要提供一個什麼憂鬱症3步走療法。沒錯，你讀完以利亞的故事，不會神奇的就痊癒了。他們真正的目的是為了驗證人的痛苦經驗。他們在告訴你，你看，連以利亞這樣的人都會崩潰，連詩人都會憂悶，所以你的感受是正常的，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這等於是把感到痛苦這件事給正常化了。沒錯，它不再是一個可恥的、需要藏起來的秘密。完全是。這份資料的弦外之音，其實是在對整個信仰群體提出一個很深刻的提問。他說，如果連被視為信仰典範的聖經都為絕望、疲憊，甚至求死的真實情緒留下了空間，指南甚至提到，連耶穌都被舊約預言為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的人。那今天的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在我們的群體中創造出同樣安全的空間？一個允許人們可以坦然說出我最近不太好，而不用害怕被貼上信心不足的標籤的空間。這挑戰我們去反思，我們建立的社群究竟是一個只歡迎得勝者的俱樂部，還是一個能夠溫柔擁抱傷心人的避難所？這個提問真的很扎心。好，所以當我們接受了憂鬱不是靈性失敗，也理解了痛苦在信仰中有空間的，那下一步呢？這就帶我們來到指南中關於牧養關懷的實踐部分。我覺得這裡的核心概念非常清楚。憂鬱的人最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個快速的解方，而是一種安靜的同在。沒錯，同在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你知道嗎？非常困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的本能反應都是想解決問題，
看到朋友痛苦，我們就急着給建議、分析情況、提供方案。但指南提醒我們，對於一個處在憂鬱中的人來說，這些解方聽起來可能都像是噪音，甚至是一種壓力。對，因為那會讓他覺得你希望我趕快好起來，但我現在就是做不到。指南裡列出了一些我覺得充滿力量但又非常簡單的句子，是關懷者可以嘗試說的，像是“我在這裡”，或是“你不需要向我解釋一切”，還有“你的痛苦是合理的”。這些話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不試圖去解決任何問題，而是去確認對方的感受。他們傳達的訊息是：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沒有被你的痛苦嚇跑，我願意就這樣陪着你。這其實對關懷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同在意味着你也要有能力安坐在別人的痛苦旁邊，而不急着把它移開。這需要很大的內在穩定性。指南很務實地指出，有時候最好的陪伴就是無聲的陪伴，一起散散步，一起看一部電影，甚至只是在同一個空間裡各自做自己的事。這種不需要言語的共存，有時反而更有力量。而且我認為特別重要的一點是，這份資料如何將尋求專業協助這件事給正常化了。在某些比較傳統的信仰圈子裡，去看心理醫生或服用藥物，有時會被看作是信心軟弱的表現。好像你沒有完全信靠上帝。是的，這種污名化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而這份指南非常直接地挑戰了這個觀念。他提出一個很棒的觀點：上帝經常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來施行醫治。這些途徑可以是一位有智慧的醫生，一位專業的諮商師，一個支持你的社群，甚至也包含了充足的休息本身。這等於是告訴信徒，你因為憂鬱去看心理醫生，跟你因為感冒去看家庭醫生，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你不是在繞過上帝，你是在跟上帝所賜的醫治途徑合作。我特別喜歡濟南最後用的那句總結：尋求幫助不是放棄，而是選擇生命。哇，這句話太有力量了。他把一個可能被視為軟弱的行為，重新定義為一種極度勇敢、為自己生命負責的選擇。談到這裡，就引出一個我覺得這份指南特溫柔的地方。他提供的那些實用建議，完全不是一張待辦事項清單，更像是一些沒有壓力、不用着急的微小邀請。他充分考慮到一個處於憂鬱狀態的人，他的意志力還有精力可能都已經消耗殆盡，連最簡單的事情都感到精疲力竭。可以舉幾個例子嗎？這些微小的邀請具體是什麼樣的？比如，第一個是命名感受。指南建議你可以試着，也許是對着鏡子，也許是寫在紙上，承認說我正處於憂鬱中。這很重要。這個動作看似簡單，但它其實非常強大。它是一種自我確認，是對抗那個在你內心深處不斷想假裝我很好，一切都沒事的壓力。承認問題的存在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光是承認就需要很大的勇氣。是的。然後第二個例子是降低標準。指南裡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話，他說：“今天能起床就是忠於自己的表現。”這句話完全顛覆了我們這個社會對於成功或效率的定義。他把標準降到最基本、最可行的程度，讓你能肯定自己付出的最微小的努力。對於一個被無力感跟自我批判淹沒的人來說，這句話簡直是來自天堂的許可證，允許你失敗，允許你脆弱。我的天啊，我能想象聽到這句話，對於一個深陷泥沼的人來說，可能是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被允許不好，那種釋放感一定很巨大。絕對是。還有像是照顧身體，指南不斷提醒，睡眠、陽光、簡單的飲食，這些不是世俗的瑣事，這些本身就是屬靈的行動。這打破了那種屬靈與世俗的二分法，肯定了照顧上帝賜予你的身體本身就是一種敬虔。最後，他還提供了一個當你感覺連禱告的言語都已經匱乏時，可以嘗試的禱告。這個禱告只有一句話：主啊，我今天沒有力氣了，請抱住我。這句話好誠實。他之所以強大，不在於他的辭藻有多華麗，而在於他的全然誠實。他放棄了所有屬靈的偽裝，直接表達了內心最核心、最像孩子一樣的需求。我撐不住了，我需要被接住、被擁抱。
你看，這份指南的智慧就在於，它提供的每一步都是在幫你減輕負擔，而不是增加負擔。它總是把你拉回到最基本、最核心的地方，被愛與被接納。聽你這樣分析下來，我感覺這份指南最溫暖、最核心的訊息，其實可以總結成一句話：上帝不是站在你康復之後的終點線上，等着你變好了才來愛你。他就在你最深的黑暗中，在你感覺最無力、最孤單的那個當下，與你同在。你的掙扎、你的眼淚、你的無力，並不會讓他遠離你，反而可能讓他靠你更近。說得真好。這就是恩典的真正意義，它不是我們表現好才贏得的獎賞，而是在我們最不配得的時候，仍然無條件地臨到我們身上的禮物。指南結尾處關於希望的比喻也特別優美。他說，希望有時候不是你必須奮力去製造出來的東西，而是那股在你無力時仍然承載着你前行的力量。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它意味着當你連擠出一絲希望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你仍然可以相信有另一股更大的力量在底下拖住你。所以，我想向正在收聽的你傳達這份資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鼓勵。他說，你的價值不在於你的信心看起來有多堅強，你的禱告聽起來有多屬靈，你的生活看起來有多完美。你的價值只在於你本身就為神所愛。這份指南花了許多篇幅，很溫柔地談論個人如何應對憂鬱，以及上帝如何與受苦的個體相遇。但這也悄悄地指向了一個關於群體責任的問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讓我們一起思考。如果同在才是最關鍵的解藥，那麼一個群體，無論是你的教會、一個讀書會，還是一群朋友，到底該如何實際地去創造出一個真正安全的空間，一個讓其中的成員可以放心地摘下面具，展現疲憊，承認自己我不好的空間？我們該如何從嘴上說的我為你禱告，真正走向一種安靜的、無聲的、不帶任何論斷的陪伴？這或許是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社群中都可以開始探索的更溫柔也更勇敢的下一步。